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 certificate 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诉。租金会便宜，我们还可以不要起价，没有办法的，因为就是到时才打算哦，为了生活也是要做了。25岁的罗曼是一名舞蹈助教。这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舞团剧舞坊练习跳舞。罗曼的舞姿让人很难联想到他患有自闭症。罗曼从小开始学习舞蹈，今年他将在国庆庆典上呈现结合了芭蕾舞和其他舞蹈的表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国庆表演。I love dance and music. I'm very excited. Mommy said National Day is a big day. 妈妈徐泽英平时会来探罗曼的班，给予女儿鼓励和支持。徐女士说，尽管罗曼患有自闭症，不太会用言语表达自己，不过她观察到女儿其实非常期待这场国庆庆典。当接到这个 NTB 的任务的时候，哇，她一下子就跟打了兴奋针一样，对那个舞蹈每天必须练，在家里乐此不疲的练习。你可以从她这么勤劳的练习中你可以感觉到她是很兴奋。往常你多指点两句，她很容易生气，可是在这一次这个比赛，她知道那个分量在那里，你怎么说她就怎么改，改到你们满意为止，她都不会生气。我的罗曼自从诊断了自闭症以后，你们也知道他的语言不是很好，那我就从那个音乐、舞蹈上启发他，所以这一路走来就是20年。对你来说是一个。尽管罗曼自小拥有音乐和舞蹈天分，但是他的妈妈还是担心女儿无法把今年国庆庆典表演做好。这个音乐比较适合跳嘻哈舞，那要我罗曼展现芭蕾了，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自己搞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只能请教老师。5, 6, 7, 8. 刘宝玲是一名芭蕾舞老师，认识罗曼已有约10年，为帮助罗曼练习国庆庆典表演，他应徐女士邀请来到住家帮忙指导罗曼。可能在那个大台有一点点困难，是那个 spacing、focal point 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帮忙。他们的指点要多more define，要给他知道 and understand 那个地方 ，and then 动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舞蹈，所以我们是专门要 showcase 那个芭蕾舞的 steps。所以我觉得给他 more specific and clear instruction， 他没问题的。这支7人舞蹈团队也展现了新加坡的多元。除了罗曼和另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舞蹈员，其他5人来自不同年龄和族群。当中就包括7岁的沈思雅和9岁的沈凯文这对欧亚裔兄妹。别看他们年纪小，跳起嘻哈舞和街舞可说是爆发力十足。Nervous, but at the same time excited and happ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and then if you do the wrong thing,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the whole country, so it'll be really embarrassing. 我一点紧张，还有兴奋。我兴奋，因为我可以在大台上表演，
还有紧张，因为我要表演，还有很多人要看我。思雅和凯文是在6月底才开始彩排，过去几个星期都紧锣密鼓的训练。尽管兼顾课业和庆典表演训练不容易，但是好在有父母亲作为强力后盾，兄妹俩才能安心为表演做准备。作为父母，我们经常会督促他们自己在家里排练，或者我们会到一个 studio 或者一个舞蹈室，然后让他们练习就是 NDP 的舞蹈。其实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整个庆典的重要性，然后要跟他知道说这个庆典是呈现给新加坡观众看的，所以我会让他们看一些去年或前几年的国庆庆典的项目，让他们大概了解一下整个流程，让他们比较有熟悉一点。They use up a lot of energy when they practice and when they dance,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kids do have a proper diet and also get plenty of rest afterwards. 蔡振伟是今年的国庆庆典首席舞蹈师，他也负责编排这支多元舞蹈。他说，要在短时间内把7名背景和经历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并呈现这场表演，并不容易。我们5月份开始的，可是5月份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们，所以我去看他们的 show， 我要看梅根跟罗曼的演出，你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的background，then 之后我们就开始有肢体的互动，所以 train 他们 collaborate with them of what movements they can come up with，then 我们 fuse them together。挑战就是要找一个 sweet spot， 把一个舞蹈 ，especially the group dance，that 他们每个人都会发挥到极限。怎么找到那一点？就是一直 explore， 一直换。无论年龄、背景或经历，任何国人都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发挥潜能，展现自我。这便是这支舞蹈所要带出的主题，也是新加坡在迈向61岁之际对国人所许下的承诺。他行动不便，得坐轮椅，今年却将上台参加国庆检阅，他是怎么做到的？天还没亮，64岁的陈金珠便准备叫醒正在熟睡中的外孙白和文。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和文还是得早起，因为他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为了参与今年的国庆庆典的排练，和文和外婆来到了国家体育场。自6月底，他们每个星期六都会来到这里。I feel excited but nervous. In front of so many people, I'm scared to embarrass myself. 和文和外婆将连同另外10多名体障人士，在今年的国庆庆典上组成步操队伍，参与检阅仪式。这是国庆庆典首次由体障人士组成的步操队伍，他们也都是新加坡残疾体育理事会的成员。今年12岁的何文是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何文患有一种叫做腓骨肌萎缩症的先天性神经遗传病，主要症状包括了四肢肌肉萎缩无力、高足沟等，因此行动十分不便，得靠轮椅走动。生活上多少会有影响，就是说某些东西它真的不可以做，比如好像蹲，他不可以蹲，也不可以来蹦蹦跳跳这样，因为他不可以 balance himself， and then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咯。Every time we have to remind him have to be careful。他很保持乐观的，他有时候没有去想到他自己就是他跟一般普通的孩子一样。和其他同龄学生一样，何文今年得为小6会考做准备，而目前正是备考的黄金期。随着考试逼近，尽管庆典排练繁忙，但他还是会趁着空档复习功课。
My first PSLE exam takes place a week after the National Day break. I feel very nervous. I feel scared. I'm worried about my results, that I might not pass and get into a secondary school or retaining in primary school. On weekends, for like training right now, recently I've been bringing assessment papers to here so I can also study. 35岁的叶千莹是这支体障人士步操队伍的队长。她16岁时因治疗副作用导致下半身瘫痪，不过却没有因此垂头丧气，反而越战越勇，成为帆船选手，代表新加坡出赛。对她来说，如今能以另一个身份回到国家体育场，别具意义。这个地方是很贴近我们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训练啊，也有在这边比赛过，所以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好美好的回忆。此外，我觉得我替整个队伍感到非常骄傲，也感到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能有那个勇气踏出那一步，把他们自己的时间奉献于每一个拜六。排练即将开始，除了何文和外婆陈金珠，体障队伍也包括了失明人士和自闭症人士。尽管每个人所面对的残缺有所不同，但在倩莹的带领下，大家都有条不紊登上舞台，同其他步操队一同参与检阅仪式。我们的检阅队伍的背景都非常缤纷色彩，有国家级的运动员，也有在社会体育参与的一些人士，代表着不同残障体育内发展的路程。Keith 和他的外婆是团队里唯一的祖孙组合，这代表了这个残疾体育可以为家庭带来的凝聚力，然后也展现了残障人士的世界中呢，其实家里的支持是多么的重要的。在位于义顺的瑞纳拉耶拿协会疗养院，约20名坐着轮椅的年长者，这一天正准备前往国家体育场。这将是他们首次亲临现场观赏庆典。Most of my residents in this nursing home are in their 70s and 80s. So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to build this country. I'm quite sure that for some of my residents, this would be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witness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liv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very generously arranged transport. They are mobility challenged. For the residents of my nursing home, every outing, a chance to come out from the nursing home and be part of the larger Singapore society that they were once a part of. 国庆庆典外联委员会表示，今年邀请了来自50多个组织，超过2000名体障人士跟不同的受益者来到国家体育场观看庆典，比起往年多出了好几倍。我们从抵达、安检、入场到离座都做了很详细的安排。也有超过200名青年团义工帮我们引导跟辅助残障人士跟坐轮椅的人。国家体育场有设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让我们能够很安全跟舒适的接待更多的受益者，因此他们也可以更方便的观看和参与新加坡国家庆典。他白天是牙医，下班后成了空中舞者。国庆庆典上，他会有什么特别演出？33岁的陈淑萍是一名牙医。结束一天的门诊后，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今天好忙啊，可是我的天还没完，现在要去国家体育场。今年国庆，陈淑萍医生将和另外2名舞蹈员一起完成一场空中表演。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演出，他们3个月前就开始投入排练。淑萍大学时第一次接触空中舞蹈，一跳就是10多年，
这次能够站上国庆舞台，对他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舞蹈师就是有参加这个活动，说是我们的教师，是问一下谁要参加，我们就我就要说我就 volunteer 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参加国庆庆典。我们是从5月开始练习的，练习可能1个星期是2次，每次都是几个小时。它的有一点挑战，就是说它跟我们平常的空中舞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平常的空中舞蹈是有吊环啊，有那个丝绸，可以用它来创造一些可能是形状。可是这个呢，我们的只是可以用自己的身体。那些翻身的那些动作也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要好像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一样。正式排练开始，空中舞蹈员缓缓升到高空。看起来轻盈优美的动作，其实十分考验体力和默契。风向只要稍有变化，也可能影响整场演出。因此，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停顿都不能马虎。Because of the height being 30 meters, we do height acclimatization. So we go up to 3 meters first, then 10, and then 15. At every point, we had a res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comfortable and feeling safe. We also have like a cue to tell like, okay, if they're not safe, they need to let us know and we'll come down straight away. With the wind, every day, every performance is different. So when that happens, we sometimes go like, okay, maybe we're going to tweak the performance a little bit more so that next week we can hold the poses a little longer before we flip. 对淑萍来说，空中舞蹈早已不只是兴趣。忙碌一天后，她最期待的就是飞上半空的那一刻。我在空中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想到别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个是可以解压，第二个就是在上面呢，我就是可以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用那些动作来发挥我的可能是那一天的感情啊。如果是开心啊，也可以发挥一下；不开心也是可以，就是用它来解压一下。就是感觉就是好像让我感觉到很自由。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比如说一个牙医，还是一个空中舞蹈员。我最终毕竟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加坡人，说我可以在这个全国的平台上表演我喜欢做的东西，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追求我的梦想。我也希望呢，我其他新加坡人呢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过，要让3名舞蹈员安全完成演出，幕后还有另一支团队，同样默默付出了好几个月。今年国庆，300架无人机将和舞蹈员同台演出。负责这场飞行任务的是来自国防科技局的郭庆伟和团队，他们从今年初开始筹备，为这场3分钟的演出做好准备。1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个计划案。说我们的团队就一起坐了下来，我们一起讨论要怎样进行今年的这个表演。所以我们大概花了6个月去筹划跟安排一切的系统与一切的筹备。所以大致上6月头我们可以进来体育馆去开始装饰那个室内定位系统。所以这个一个月来，我们就是负责彩排。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从2架无人机、4架无人机，慢慢的提升到300架。这是为了确保我们可以彻底的检测全部的系统安全 ，before 我们开始飞那300架无人机。除了飞得整齐，更重要的是飞得安全。团队反复测试定位系统。也确保无人机和舞蹈员之间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是我们的首位考量。无人机与表演者的距离是3米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说无人机是无法靠近的。如果有一个无人机因为故障或者是无法收讯的话，那个无人机的系统可以安全的降落在台上。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准确的了解无人机的位置，它降落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控制系统，把另外一个无人机从地面上飞上空中，去取代那个故障的无人机，继续那3分钟的表演。
台前幕后每一份努力，都汇聚成送给新加坡的一份生日礼物。祝新加坡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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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您也可以上8世界网站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